当你抬头仰望夜空，成千上万颗星辰在头顶静静燃烧，你是否想过，它们之中是否藏着另一个你？在这片浩瀚的星海深处，一个困扰了人类数千年的问题，始终悬在每个人的心头：我们是孤独的吗？我们所在的银河系是一座拥有上千亿颗恒星的庞大都市，每一颗恒星都可能拥有自己的行星家族。截至今天，人类已经确认的系外行星超过了6000颗，而这仅仅是宇宙冰山一角中的一粒微尘。科学家估算，整个银河系中行星的总数或许高达1000亿颗，甚至2到3000亿颗，多到难以想象。而在这些行星里，与地球相似的类地世界，保守估计也有数亿颗，乐观者甚至认为多达60亿颗。于是有人提出一个惊人的推论：银河系中至少藏着10万个地球，外星人或许早已遍布每一个角落。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个尖锐的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我们找了几十年，却连一根毛都没找到？几十年来，人类用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日夜不停地扫描天空，期待捕捉到来自远方的一丝信号。然而回应我们的，始终只有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仿佛整个宇宙只有地球这一座孤岛上有声响。这种诡异的沉默被科学家称为大寂静，它像一道谜题，让无数最聪明的头脑都为之困惑不解。也许有人会反驳，就算有10万颗宜居行星，能孕育生命的地方，也未必就一定真的存在生命啊。这话确实没错，但请你换个角度，从时间这个最容易被忽略的维度，去重新审视这个古老的谜题。我们的地球从诞生至今不过46亿年，就在这相对短暂的时光里，孕育出了人类这样的文明。而我们身处的银河系，早在136亿年前就已诞生，那是一段近乎3倍于地球年龄的漫长岁月。136亿年，这是一个长到足以让人麻木的数字，足够让无数颗行星反复上演生命的奇迹。在如此漫长的尺度里，宇宙完全有时间，在某个角落悄悄催生出形形色色的生命，乃至辉煌的文明。它们之中，或许有些早已远远超越人类，掌握着我们如今连想象都无法触及的科技与智慧。为了让你直观感受这种时间的悬殊，我们把银河系136亿年的历史压缩成短短的一天。在这浓缩的24小时里，地球直到深夜10点左右才姗姗登场，宇宙早已走过了它绝大半的旅程。而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包括所有的帝国战争与科技革命，仅仅只占据了这一天的最后1秒钟。那么在这漫长的23小时59分里，难道就没有任何其他文明曾在某个夜晚悄然亮起又熄灭？在如此庞大的时间与概率面前，认为我们是宇宙唯一的生命，反而成了一种近乎傲慢的奢望。为了让这个问题不再空洞，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颗真实存在的星球，它的名字叫开普勒22b。这颗行星距离地球大约600光年，静静悬挂在遥远的天鹅座方向，是人类发现的一颗特殊世界。它的直径约是地球的2倍多，被科学家归类为超级地球，体型介于地球与海王星之间的神秘地带。最令人心动的是，它围绕着一颗与太阳极为相似的恒星，那是一颗温和而稳定的黄色类日恒星。它的公转周期约为290天，与地球绕日一圈的时间惊人接近，仿佛是太阳系的一个远房亲戚。科学家推算，如果它拥有类似地球的大气层，那么它的表面均温将稳定在宜人的22摄氏度。
22°C，这几乎就是一个春日午后的温度，不冷也不热，恰好是生命最为眷恋的舒适地带。在科学家的设想中，这颗星球极有可能拥有浓厚的大气，表面或许还流淌着大片蔚蓝的液态海洋。温度适宜，可能有水，又被恒星温柔地照耀，这样一个世界，怎能不让人对生命产生无限遐想？然而，真相往往比幻想更为复杂，科学家至今仍无法确认，它究竟是一颗岩石星球还是气态星球。600光年的距离实在太过遥远，以现有的望远镜，我们连它表面的真实模样都无法看得分明。但即便如此，开普勒22b依然像一座灯塔，它告诉我们，类似地球的世界绝非孤立。在它之后，开普勒186f与452b等一颗颗类地行星被陆续发现，名单还在不断加长。科学家把恒星周围那片不冷不热的区域称为宜居带，也有人浪漫地叫它金发姑娘地带。在这条狭窄的带状区域里，温度恰到好处，水汽不会沸腾蒸发，也不会冻结成冰，可以静静流淌。而液态水正是我们已知的一切生命赖以诞生和延续的基石，没有水，生命便无从谈起。那么问题来了，在那传说中的10万个地球里，难道就真的没有哪怕一颗能满足生命所有的苛求？要孕育出生命，一颗行星需要满足的条件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格，几乎像是宇宙级的筛选。它必须恰好坐落在宜居带中，与恒星保持着不远不近、刚刚好的那段微妙而精确的轨道距离。它需要拥有充足的液态水，需要一层厚度适中的大气，为脆弱的生命撑起一把温柔的保护伞。它还需要一个强大的磁场，像无形的盾牌一样，挡住恒星射来的致命辐射与高能粒子的轰击。此外，它的运行轨道必须足够稳定，不能忽远忽近，否则剧烈的温差会把萌芽的生命扼杀殆尽。这一连串条件看似无比苛刻，但放在10万颗宜居行星的庞大基数面前，概率又悄然变得不同。难道在这10万颗候选世界里，就真的找不出哪怕一颗恰好集齐了所有幸运条件的完美星球吗？答案几乎是不可能没有。从概率上讲，宇宙这台庞大的机器总会在某处制出一个完美的结果。接下来要说的是一类长期被认为毫无希望的世界，它们围绕着银河系中最常见的红矮星运转。红矮星又小又暗又冷，它的宜居带紧紧贴着自己，行星必须靠得极近，才能获得足够的温暖。要知道，红矮星占据了银河系恒星总数的近3/4，它们才是这座星城真正的主人。而靠得太近，会带来一个残酷的后果，这些行星往往会被恒星的引力牢牢锁住，无法自由转动。这种现象叫做潮汐锁定，意味着行星永远只有一面朝向恒星，另一面则永坠于无尽的黑暗之中。就像我们的月亮，亘古以来都只用同一张面孔，默默对着地球，背面始终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一面是被恒星炙烤的灼热熔炉，一面是滴水成冰的极寒地狱，这样撕裂的世界似乎与生命无缘。然而，科学家用超级计算机进行3维气候模拟时，却发现了一个出人意料、足以改写结论的细节。在这些被锁定的行星上，恒星正对的那一面会蒸腾起厚厚的云层，像一床棉被般笼罩着大地。这些云层像一台天然的空调，把炽热的能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寒冷的背面，悄悄调和着温差。于是，原本狭窄的宜居范围被大大拓宽，
即便只有一面朝向恒星，液态水也依然可能在表面安然存在。这意味着那些曾被我们一笔勾销的世界，或许同样能孕育生命。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宽容。既然宜居的世界如此之多，孕育生命的门槛又如此宽容，那么一个老问题再次浮现：它们究竟在哪？这个让无数科学家彻夜难眠的矛盾，有一个著名的名字，它被称为费米悖论，至今没有标准答案。如果外星文明真的如此普遍，那么浩瀚的星空中为何始终空无一人？没有飞船，没有信号，没有踪迹。面对这道难题，科学家们给出了一连串大胆的猜想，每一个都足以让你脊背发凉，浮想联翩。第一种可能是，那些文明实在太过年轻落后，还停留在我们数千年前钻木取火的蒙昧原始阶段。他们或许还不知道无线电为何物，更没有能力向茫茫宇宙发射出哪怕一束微弱的呼唤信号。就像几千年前的人类仰望星空时充满敬畏，却根本无法想象手机卫星与星际通信的存在。第二种可能则更加悲凉，那些文明或许早已灰飞烟灭，消失在我们还来不及与之相遇的时光里。因为生命的演化之路从来都布满了致命的陷阱，任何一次意外都足以让整个文明彻底终结。一颗呼啸而来的小行星，一座剧烈喷发的超级火山，一场骤然失控的气候巨变，都可能是终点。我们的地球就曾在漫长岁月中先后经历过5次惨烈的生物大灭绝，无数物种在瞬间化为乌有。那些遥远的文明或许还没等到迈向星辰大海的那一天，就已倒在了某场无法预料的浩劫之下。更何况星与星之间的距离动辄数十上百光年，即便信号真的存在，也早已在途中变得微弱难辨。第三种猜想令人不寒而栗，它们或许并非不存在，而是正躲在暗处，静静地观察着渺小的我们。在那些高度发达的文明眼中，人类或许就像草丛里的蚂蚁，太过原始，根本不值得他们屈尊交流。又或者，他们正像我们观察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一样，默默注视着人类，却刻意保持着绝不干预。这个略带含义的设想被称为动物园假说，或许整个地球不过是一座被悄悄围观的宇宙展厅。第四种可能则源于我们自身的局限，人类一直执着地用无线电去搜寻，可外星人未必使用它。他们或许早已掌握了我们闻所未闻的通信方式，比如借助引力波的涟漪，在星系间悄然传递信息。又或者他们使用着神秘的量子通信，那是一种我们至今都无法捕捉，更无从破译的高维度语言。信号或许就在此刻穿过我们的身体，只是我们手中的仪器太过原始，听不懂这来自远方的低语。第五种猜想则彻底颠覆了我们对生命的全部想象。谁说生命就一定要以碳元素为基础呢？在某些遥远而极端的世界里，或许存在着以硅为骨架的硅基生命，它们的模样超乎一切想象。它们的形态可能与我们熟知的一切生命截然不同，以至于即便擦肩而过，我们也根本认不出来。或许真正的外星生命早已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只是被我们当成了一块石头或一团气体。而在所有解释里，最令人沉默的是一个被称为大筛选的冰冷理论，它像悬在文明头顶的利剑。这个理论认为，每一个文明在向前发展的道路上都会撞上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死亡屏障。绝大多数文明都会在抵达那道门槛之前轰然崩塌，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才能侥幸穿过，迈向星空。
而最令人脊背发凉的问题是，人类此刻或许正站在这道大筛选屏障的边缘，命运悬而未决。核武器的阴云，失控的气候危机，乃至未知的人工智能，每一样都可能成为我们无法跨越的高墙。那片笼罩宇宙的大寂静，或许并不是因为孤独，而是无数文明在这道屏障前留下的集体墓志铭。想到这里，那份寂静便不再只是谜题，它更像一记来自宇宙深处的警钟，提醒我们脚下的危机。然而，人类从未在这沉默面前退缩，相反，我们用一双双仰望的眼睛，把探索的脚步越迈越远。从第一次把望远镜对准天空，到第一次让人类的脚印踩上月球，我们只用了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再到一台台探测器飞越火星，把红色星球的地表第一次清晰地展现在全人类的眼前。而宇宙已经在黑暗中静静运转了136亿年，相比之下，人类的探索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别忘了，我们如今能够观测到的宇宙，仅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更广袤的疆域仍隐于黑暗。在那些我们尚无法触及的遥远角落，或许正藏着成千上万个地球，藏着无数个我们未知的文明。而就在今天，强大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已经能够直接解读遥远行星那层大气的化学密码。它曾把目光投向一颗遥远的行星，那里距我们约120光年，竟传回了引人无限遐想的信号。科学家在它的大气中似乎捕捉到了某些可能与生命相关的分子，尽管争议至今仍未平息。这或许是一场虚惊，也或许是宇宙第一次向我们透露关于地外生命存在的一丝珍贵线索。要知道，人类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第一次确认太阳系外行星的存在，这一切都还太过年轻。而短短30年间，被确认的系外行星就从0猛增到了6000多颗，发现的脚步仍在不断加快。而这仅仅是序章，预计在2027年前后，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望远镜将带着新使命升空。紧随其后，一台被称为宜居世界天文台的旗舰望远镜正在被科学家精心打造，蓄势待发。它的使命无比清晰，直接为大约25颗潜在宜居的行星拍照，并细细分析它们的大气成分。它将专门搜寻氧气与甲烷这样的气体，因为这些分子的同时存在，往往是生命活动留下的指纹。这些新一代的观天巨眼，其能力将远远超越当年的开普勒，把人类的视野推向前所未有的深处。这意味着，或许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人类就能亲眼见证地外生命存在的第一份确凿证据。或许那个被史书铭记的时刻已不再遥远，人类将第一次与另一个文明隔着星海遥遥相望。当然，你也不必过分担忧，距离我们最近的宜居行星也在大约40光年之外的遥远深空。即便真有外星文明想要造访地球，跨越这片浩瀚的距离，也需要漫长到难以计数的悠悠岁月。这意味着我们还拥有宝贵的时间去发展科技，去壮大文明，去为可能到来的相遇做好准备。回望过去，仅仅几百年前，人类还固执地相信我们脚下的地球就是整个宇宙的绝对中心。那时的人们仰望月亮，会想象上面住着嫦娥与玉兔，把闪烁的星辰当作天幕上点点的灯火。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地球不过是太阳系中一颗平凡的行星，月亮上也并没有传说中的仙子。我们也终于明白，那些遥远的星星并非天上的灯火，
而是一颗颗与太阳一样炽烈燃烧的恒星。既然短短几百年就足以彻底颠覆人类对宇宙的全部认知，那么谁又敢断言未来不会更加惊人？几十年后，当我们再次回望今天，或许会发现，此刻坚信的许多东西，不过是另一种美丽的误解。回到最初那个问题，银河系真的藏着10万个地球？外星人真的早已遍布在每一个角落了吗？我的答案是，极有可能。我们之所以至今一无所获，并非因为它们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太渺小，是我们的科技还太稚嫩，我们窥探宇宙的窗口还太狭窄，我们对这片星海的了解还实在太少太少。大多数科学家相信，能够掌握星际旅行的文明，其智慧与境界必定远远高出今天的人类。他们或许早已超越了掠夺与征服，怀着对生命的敬畏，默默守护着宇宙中每一簇微弱的火光。但也有人忧心，高等文明或许会像曾经的殖民者，跨越星海而来，掠夺地球上一切珍贵的资源。究竟是温柔的守护者，还是冷酷的征服者？没有人知道答案，这或许正是宇宙最迷人的悬念。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跨越眼前的重重危机，让人类文明有资格成为星海中平等的对话者。宇宙如此辽阔，而我们的生活又是如此渺小，请别把目光永远局限在地球这一方小小的天地，请始终保持着对宇宙的那份好奇，保持着对未知世界那份发自心底的深深的敬畏与谦卑。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真正与外星文明握手言欢，也或许我们将永远在这片寂静中独自前行。但无论结局如何，那份探索的渴望，那份对星空的向往，本身就是人类最动人的浪漫与勇气。或许在某个遥远星系的角落，正有另一个孤独的生命，和此刻的你一样，仰望星空，轻声追问着同一个问题。或许在这片同样的黑暗里，两个素未谋面的文明，正隔着遥远的星海，彼此默默地寻找与等待。宇宙依旧年轻，而生命的故事才刚刚翻开第1页，属于我们的篇章正等待被亲手写下。如果这趟星海之旅曾让你心动，别忘了点赞、关注与收藏，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猜想。我们下一段旅程再会。